中美俄欧的局势是否发生了变化，我们可以梳理一下逻辑，对吧？首先就是俄罗斯嘛，就是莫斯科想要的东西，其实一直以来都在欧洲哈。从前他想要融入欧洲，后来呢发现美国人在玩他啊，美国人拿他当控制欧洲的理由哈。北约需要一个敌人嘛，那这样的话他永远不可能真正融入欧洲。所以呢，现在哈莫斯科对华盛顿是没有信任的哈，更何况呢，对于俄来讲，远东也就是中国是他现在唯一的哈最重要的生命线，对吧？如果你是莫斯科哈，你需要到底什么样的代价和条件才能让你舍弃掉这根救命稻草呢？就算你知道哈，太过于依赖一个人是危险的，但是呢，短期之内哈，谁能代替中国呢？对吧？又能买它的资源，又能在物资上全面供给它，还能提供技术啊，体量这么大，互信程度还高啊，美国行吗？难道俩人互相卖能源吗？啊，基础信任的建立有多难？你 Trump 17年刚上来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4年之后不还是急转直下啊？22年甚至直接开打了。所以各位哈，美俄的接触叫做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不单纯是利益的问题啊，瓜分欧洲是可以聊的，但是呢，涉及到中国这条生命线，你可不能小看了莫斯科的立场，对吧？换成谁也不能这么冒进的下决定。就算你要找新大哥，你也不能先把自己的氧气管拔了，对吗？更何况今天莫斯科是最清楚中国的实力和意愿的，也是最清楚美国的实力和意愿的，也是最清楚欧洲的实力和意愿的。所以对于他来说，这道题其实一点都不难做哈。然后呢，是美国。其实今天全世界会有这么多动荡和变化，你发现主要就是因为美国人他自己在变，他自己是矛盾的主要一方。从前呢，他是要控制欧洲，所以呢保护欧洲，他愿意付出成本，请俄入瓮，对吧？咱们打一架。但是今天呢，他自顾不暇了啊，要拿钱走人了，他要欧洲人出钱买单了，自然呢自己请来的神得想办法再给人送回去，对吧？今天美国人想要东西很简单嘛，我们一言以蔽之哈，挣钱，不能为我挣钱的世界霸权我不要，不能为我买单的盟友呢就炖了吃啊，谁弱而又有钱，美国就一定搞谁嘛。所以呢，欧洲上餐桌，对吧？但凡咱们现在武力弱一点，你看他搞不搞咱们，对吧？是一样的。那至于欧洲呢，咱们说句难听的啊，整个欧洲都依旧处于脑死亡的状态啊，失智的欧盟都到今天了，2025年，欧洲呢甚至在独立自主摆脱美国这件事上都达不成共识，他们甚至讨论的还是啥呢？价值观、意识形态啊，正义、文明、自由、难民、犯罪。各位，今天距离时代和清醒最远的人就是这群老欧洲啊，德国人也是一样的。总理刚一上台就要寻求英法的核保护啊，他甚至都没搞清楚这个游戏在玩什么啊，还在状况外呢，对吧？你发现他们的观念陈旧啊，决策迟缓，执行力低下，技术落后，毫无战斗力，华丽又腐朽，一如当年的天朝上国一样啊，难怪被摆上案板，一点都不稀奇，对吧？各位就和谁在一起都千万不要选他们。所以呢，你看下来啊，咱们呢还是没有人值得咱们选边站啊。我们可以和每个人合作共赢，也可以呢反抗任何人的压迫。中俄关系它之所以稳定，是因为莫斯科的虚弱决定的啊。中美关系之所以恶化，是美国人的生存哲学决定的。中欧注定尿不到一个壶里去，是因为他们实在状况外。我们坚决不能和一个被时代抛弃了的人一起玩，对吗？做生意都可以，对吧？跟这帮人共进退，实在犯不上啊。